所谓打铁还有自身硬呢，要和美帝国主义者坚决斗争下去，并且能够取得胜利，还是要依靠强大的国民经济和现代化的制造业。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说一说，美国正在考虑全面大规模制裁俄罗斯，唯一的出路就是中国。1月8号纽约时报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针对俄罗斯发起大规模的制裁。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发生战争，一方面要切断俄罗斯和国际结算体系的联系，也就是 SWIFT； 另一方面要对俄罗斯发动全面的禁运，不但要禁止向俄罗斯出口航空航天、国防产业所需要的美国技术和产品，还要禁止消费产品的出口。欧洲、韩国和其他国家如果用美国的芯片和美国的技术来生产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冰箱、洗衣机这些东西，那也是不允许向俄罗斯出口的。可以说，除了直接打仗之外，美国已经把能用的制裁手段都拿出来了。如果上述制裁全都不折不扣的落实到位的话，俄罗斯的处境将会非常困难。不但进出口受到严重的影响，连相当多的民生物资的供应都会出现问题。2014年靠所谓的天鹅绒革命运动上台的乌克兰新政府一再用行动证实什么叫脑子短路，一心想着和远在天边的美国拥抱，却一再与家门口的邻居交恶。今天的乌克兰无论经济、军事、民生、文化都陷入了悲惨事件。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人集聚区一直对基辅政权采取敌视和对抗的态度，这就意味着如果失去了西方的支持，再次出现一个倾向于俄罗斯的政府不是不可能的。如此一来，俄罗斯的影响力不但会向西延伸几百公里，而且会在黑海具备绝对的优势。西方的冷战成果就要被嘎掉一大块，俄罗斯压根儿就没有退路。乌克兰现在一心一意的要加入北约，就算今年不能加入，明年后年他会不断的尝试。特别是俄罗斯如果没有个决绝的态度，北约立刻就会通过。如果乌克兰倒向北约，那俄罗斯的核心地带就直接暴露在北约的威胁之下。从乌克兰边境到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同样是无险可守。在二战期间，德军在1941年的7月7号结束了基辅战役，2个月以后就兵临莫斯科城下。虽然苏联最后打赢了莫斯科保卫战，但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和惨烈损失，普京和俄罗斯政府显然是不想再尝一次的。其实普京未必就是要武力进攻乌克兰，他一再表示，北约进一步东扩，在乌克兰以及俄罗斯周边国家的领土上部署进攻性武器，这就是自己的红线，过线就是战争。但是西方如果承诺不过线就等于是对普京的屈膝投降。拜登上台之前就把普京描述成一个极端的反派，美国总统在一枪未放的前提下怎么能服软呢？于是针对乌克兰问题，俄罗斯和西方就形成这么一种无路可退的局面。如果僵持下去，西方很可能会逐步的实施各项制裁措施，一点点的收紧对俄罗斯的绞索。那么俄罗斯唯一的活路就在东方，只要中国愿意继续和俄罗斯做生意，俄罗斯就能获得稳定的石油天然气的出口收入，同时获得稳定的民生物资的进口来源。至于斯威夫特，也叫做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在中美贸易战的初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曾经提出过要把中国隔绝在斯威夫特的体制之外。为什么到了拜登时期就很少提起这个措施了呢？这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如果中国被赶出这个国际结算体系斯威夫特，美国商人就没有办法向中国出口商付款，美国就拿不到中国生产的货物。这种情况是美国政府想都不敢想的。所谓打铁还有自身硬呢，要和美帝国主义者坚决斗争下去，并且能够取得胜利，还是要依靠强大的国民经济和现代化的制造业。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